这大概是农期最近4、5年第一次大摇大摆回到宝顶山下的东岳村。这2栋房子都是你的吗？那一片那一弯，那个房子从那弯一直到那顶上都是我的。是不是感慨万千呐？是吧？以前那些东西全花草那些好得很，那些花盆盆、草草、果实些全部都是弄折完的，这些搬起走完了。你有好久没敢大大方方的回来了5年了。朋友那天来把那个打开，把一台几10个摇没就把它捞上去，后来是有20-30个新摇没结果有10几个。那些设备都是新，都在保存起，我把它遮了的。那我们那个不是那点，说的采购出来，8:4，对吧？你站在那里宣布你说，要得了病验3爷，不是哟。雨后初晴的4月，重庆人们又穿上了冬天的衣服。对于宝顶山下的东岳村人们来说，骤降的气温完全阻止不了心中燃起的火热。传说已久的大足石刻国际旅游中心和高铁站项目正式落地。东岳村大面积搬迁。这关这些那栋，还有那上面的还有个水，还有个荡荡哦的，都是我的。这些还有些下面还有，下面还宽得很咯。镜头都摇不过来呀，你那个地。我们的摄像兄弟顺着农期的手势，把镜头摇了200多度，依旧未能装下农期名下的房产地产的面积。无奈之余，只好动用了无人机。农期荒废已久的风文化产业园和大片风场，几乎占据了国际旅游中心和高铁站项目规划面积的一小半。看到掉黑了吗？你听我说，他那天你了，或者叫酒了，或者你发财了，你发财我不是你老婆说天上哇？不得，我在哪儿呢？放心嘛。我上去不要看人家，我上去不要看。好看喽，那今天扒到鼻子上我说。要是我在那轰炸好噻，第2天来了轰炸我吃嘛，猪扒呀甜点。要得。那个公路合同在他的得，公路合同在他的得。农期结合项目规划图纸和拆迁补偿政策，默默地算了一笔账，全部拆完至少2000万。我都说的，那你还房你就不要出我的风产面积。那么你还30，我就室内要那个在湾头的30，要满足我30，风产面积我们就。调养妹啊！天气还冷，阿文的心情也很热。他的好心情并不是来源于合伙人农期的时来运转，而是重庆市风产业技术体系的交流会就要召开了。作为为数不多的北大养蜂人，阿文已经被确定为渝东南片区技术指导站站长，正式跻身技术专家的行列。我们要把每个箱子嘛，昨天为了饲料，然后呢，现在又要搬迁，就得把每个抽查的一些箱子打开，我们就会把这些封皮进行消毒，消毒了过后，就会春繁的时候就会把它，重新放进，繁蜂的时候就可以重新放进去，然后就可以繁衍更多的蜜蜂了。征地测量那几天，依然还欠着村民好多钱的农期，四处招摇，
竟然没有碰到一个开口讨债的人，就好像他从来没欠过债似的。人们对他的热情，好像还是对待当年那个七爷一般。他不晓得的是好像是拿了钱来赔的，到底赔了好多，他我不是很清楚。油菜花日渐稀疏，阿文的防风工作也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。春天对于我们养蜂人来讲的话，是最重要的一个时节，能不能够创收，能不能够有非常强的这种蜜蜂能够采蜜，这一块的话，如果春天做不好工作，那一年的那个功夫都白费了。然后今天我们把奶粉喂了过后，过段时间还会给它准备了一些中药，中药喂进去主要是它的一个抗病能力嘛。中草药和奶粉搭配起来，就可以帮助它们顺利的生产。买的是0到6个月的嘛，才出生的小宝宝，他需要的营养肯定是最多的呀，所以我就把蜂宝宝也当成自己的孩子嘛。这边的大是那个房子啊，刚才开始那一圈儿，和下面那个房子那一圈儿开始，那一圈儿全部都是我的，那里头那一圈儿的房子都是我的。征地测量本着先个人后企业的原则，丈量农期的房地产业还需要等好几天，但是农期已经等不及了，自己却买了一瓶红色手喷漆，积极主动地在每一堵属于自己的墙壁上喷上了拆字。他说这一举两得，一是要表达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的觉悟，二是发个朋友圈分享喜讯，可能有好多朋友比他本人更加开心。农期说的很有道理，坦率地讲，就在农期不远处的我和我们的制片人，显然就比他本人更加开心。在农期8户亲戚的房子就要被依法拍卖的前2天，制片人东拼西凑给农期筹了25万，而我当然也不是见死不救的人，一咬牙关就找朋友帮他借了一笔我这辈子经手最大的现金金额。农期说最多周转20天，他绝对不会辜负世界上最后2个还敢帮他借钱的人。接下来的这几个月，我和制片人都在默默佩服彼此的勇气和耐心，现在总算有了指望。农期的母亲80岁寿宴办得很热闹，流水席面整整80桌。农期说，前来祝寿的大多都是他人生的贵人，他至今仍欠着好多亲戚的钱，但是母亲的大寿没有任何人催债。那天，农期还悄悄告诉母亲，等到补偿款下来了，他要请一辆运钞车，直接把需要偿还的600万现金从银行运到东岳村，然后再像今天这样摆上几十桌，一边喝酒一边兑换欠条。农期还说了，到时候要把王会计和杨秀才借调过来，每人拎一根橡皮棍，帮他看钱管账。暮春时节，
重庆市风产业技术体系大会如约召开。下面有请我们钱江实验站的站长潘总。潘总也是北大的高材生啊，加入到我们这个产业体系，也是增加了我们未来在产业发展的信心啊。下面有请潘总给大家讲几句。大家好。潘总。特别的感谢市领导让我加入到这个团队中来，然后呢，我也希望大家就是多多支持我，然后教我更多的这个养护的一些知识，然后呢，我也积极的配合功能实验室的这些技术推广，可以在渝东南地区，就是在钱江喷水。因为疫情防控，大会以远程视频形式召开。为充分展示新专家的新面貌，阿文把自己的会议桌摆在风场上。哪晓得来去专家会？这个自认为自己好像是全都懂的，样样都明白的，他养都养不成疯子样。我不骚了，就当我都可以说专家。我是实在说，养得出好蜜蜂，能够维持大肠子，能够培养得出蜂王、好蜂王，能够像个1000多2000群能够控制得下来，那才是专家，那才是能够指导那个行业，才能够真正能够推动那个行业的发展。那个像个啥子啊？那个，那都是我们专家之一的节奏，那是。还好得我还发觉得早，他们还打电话打得早。是打暗的话，我跟你说，全军覆没。我可能按几天时间都全军覆没过嘛。正在东岳村处理征地事宜的农期，突然接到向大炮的紧急呼叫，立即放下手中私事，赶到潼南花海。你干嘛呢？现在什么情况？棉成片中毒啊！下面全部产的都没蒙盖子了，少得很了啊！那个新陈代谢都跟不上嘞。什么原因造成的棉成片啦？买到伪劣产品了啊！买到过激产品了。你看把那王子新皮膏的都不得产，看了，你看了两边光东西，像那种它是蜂王是最容易得高的产蛋的，最喜欢的那种皮，根儿都没得。我也发现了蜂子等不起，那个油蜂出来它不是飞不起噻，一遭了病就等不起爬。我还照了几张照片，还跟农总说，我说那种啥个情况？我据我的分析，应该是中了狼毒。我去了挨家挨户问，没得那个打草药。现在全部成弱群的。那的呢？虽然我拿了工资，但是我看起心头心痛，我吃了我差点又往走的。我看是已经寒酸了，晓得不？几千世家的蜂子直过才笑垮了，那个垮起来看起。作为农期的得意弟子，阿文近期的得力助手，向大炮百思不得其解。他说，虽然业余时间也玩摇一摇，但是从来没有影响过正常的工作，该做的预防都做了，蜂群常见疾病不可能发生，但是现在蜂王大面积停止产卵，厨房的幼蜂都有气无力，飞不起来，而且数量锐减。棉虫苗推还长棉虫，顺出是讲的是5角多和2块多，你有啥概念？我就说你哪个买的油哪个承担。你为了节省几千或者10000把块钱，害了几10万，你整的是哪个？向大炮告诉我们，盛化期的工作蜂寿命一般只有1-2个月，如果幼蜂接不上茬，不仅繁蜂分群没有指望，可能连原有的1000群种蜂都保不住。看嘛，害惨的，连一个生产厂家都没得，应该是知识分子才做得到。
对于新进的专家阿文来说，这是一个十分尴尬的会议。好在视频会上的专家们看不到阿文身后正在发生的情况。这放那个棉竹片的时候，当时我没在场，我还没来。你看，手下的人一人家买贵了，你去买便宜的，就证明你不放心手下人跟你干事儿。每样事情你都想你来你手头你去做，是不是？任何人你对任何人都不放心，那么如果任何人对你不放心呢？你觉得你一个潘总当起，手下不跟你干，你还是不是潘总嘛？一片指头宽的小木片，农七他们历来定点购买，不敢有丝毫草率。阿文出于节约，在网上购买，原本没有错，但是现在假药害了所有的蜂群，一记防蜂任务基本泡汤，这样的现实很残酷。农七粗略地估算了一下，直接经济损失60万以上。搞笑得很，不是，我觉得太搞笑了。你们像那个笑那个专家，首先我都是从一个专家的家庭中出来的，我妈也不是从妈的手出来的，但是他为啥子承得到起首席专家？你太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了。开始都看不起专家，但是我从来说过那个问题没得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没得？你想过？我到底觉得恁个看不起我了，干脆那部片子都不要拍了。你定？要得呀。你太搞笑了，核桃。我再次声明，我们不是看不起专家，你不必要扣这个帽子。我们看得起的是真正的专家。你都看不起我了，你还拍那个东西干子？你看不起我。我看得起你，看不起你，绝对不会因为你有个专家头衔，我就更加看得起你。专家那个东西，你难道还没有听明白吗？那个东西不是我个人搬上去的，而且那不是专家，我好久进到那个体系都是专家了。我不够那个资格，我不能去污别个。你要知道很多的丰隆，你一定要有职责和担当。我刚才说一句话，不晓得你在里面听没听到？我说，包括首席专家都是以前是养牛的专家，这是你给我说的。我说人家有可能是50多岁的，还在学习的路上。那肯定。我老话是不是能够说的原话？你包括还有一件事情啊，你真大规模你刚才说提到那个问题，搞一个啥子沐风爸爸、沐风哥哥、沐风叔叔都可以噻。你来陪我干事啊？我没资格当那个主角的。现在不代表未来，你早晚有一天，我觉得你会成为我们佩服的专家，你要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专家。而不是一个坐到会场里面的专家。原本已经很努力地钻研养蜂技术，却因为经验的匮乏，铸成大错。阿文万念俱灰。我对阿文近乎直白的嘲讽，也深深地刺痛了他脆弱的尊严。那天，阿文第一次跟我提出终止拍摄，我也似乎对这样的拍摄失去了耐心。可是，当我们的制片人向他拉出长长的赔偿清单之后，一向心高气傲的阿文第一次低下了头。
现在面临现在目前的问题，我所上来看到的问题，蜂群从现在目前的1000多个座群，恁个好的蜂子，立即马上就要砍群的蜂子，为什么不会导致现在目前这个结果？我所看到的问题哈，那点不晓得，我绝不会在那个方面绝对会实事求是的把看到的问题反映出来。现在目前释放蜂子的，今天下午和那里2天所抽查到的、检查到的蜂群，无籽、糖好无籽，分那些也有。那个问题的事件到底是啷么产生的？啷个会出现那种问题？这个是几百群蜂子哦，你们还是要在这方面的执行过程中，还是要认真的去思考那个问题，特别是潘总。说实在话，我们每一群我们都打，向师傅是算到那个账的，6000、8000巢数，我们打6000个巢房，装重锤的，我再打少点打5000，打2个纸皮一群再撇都是15000只，再加我们的幼蜂吃3000只，18000只一群。我们1000多箱蜂子是好多生命，是上千万生命。如果我们养蜂人有那种心态，有那种意识，我说实在话，趁早的不要来摸那个东西。这个东西都跟自己盘儿盘鱼是回一事情。那是我说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，就是像盘儿盘鱼一样的。那就是承一代承接一代，一代承接一代。钱那个东西，说实在话，对我来说，我实在说无所谓。我说实话，但是我希望我们养一群蜂，都要把它养好。做一件事，都要把它做落地，做实在。现在目前组织一群强群，在现在目前那种气候条件下，是很不容易组织得起来。你如果我们在黔东南地区、在渝东南地区那方面的去组织的话，一个强群是没办法反映得出来的了。目前是没得办法说立马把它恢复得转来的，这就要好多周期才能够恢复得转来。我从今天几个场子我大面积是看到的，我估计可能要接近1个月时间，才能恢复现状。恢复现状又要把它组织成强群，又要接近1代子22天。接下来我们聊好久时间，都等于说要至少说要接近50天，2个月时间。我们只看了看工资，我还是那句话，龙总跟我说的是有绩效。我今晚拿2点工资，我真看不起。但现在我们的几个的绩效还去哪拿呀？那个是最大的问题。至于省市，你们啷个算是你们的事，我只算我那个绩效的几个月去啷个拿。如果是我指挥的，我个人做错的，绝对是我是去年抓师傅的点这个，我个人承担责任。你后勤保障上面，你所提供过来的东西，就是说供我们工人使用这些东西，运入到那个蜂群当中去，这些东西是否过硬，有没有保障，是不是专业定点的地方去购买的，那都是很关键的。像这种昆虫类，就是所常说的嘛，昆虫类有生命的东西，自己去编写噻。他下达的任务下来。油菜花期已过，大家带着1000反3000的任务目标来到油菜花海。眼下经过清皮合群之后，还剩1003群，一步走错就有可能满盘皆输，绩效工资没了指望，产前工人的积极性受挫，2000群变成3群，董事长那里没法交代。更严重的是，没有足够的蜂群，
年度生产目标就难以实现。产前队伍除了正在赶往会场的刚哥，其他人全部出席。面对农期的责问，刚哥满脸委屈。刚才我们谈了哈，就是这目前开到起就是谈到那个棉虫片的事件。那个棉虫片是潘总定的，他最后越来越发觉有问题了，我就在给你们发信息，我的边检查这边把棉虫片全部丢了没有。确实，刚哥定点采购的2元没带，老板亲自采购的才5毛。没有实践证明，刚哥确实无法肯定便宜的就有问题，所以在刚哥看来，这很微妙，甚至有可能是信任与不信任的问题。我依稀还记得阿文把曹崇钦木片买回来的当天，刚哥好几次欲言又止的神情。客观的讲，以阿文的性格判断，他亲自在网上采购曹崇片，肯定是出于节约，绝对与信任无关。这个不说，不丢出去，如果说是一留点米，那个水蒸气一散，第2次又来了，立即就要恢复，又是病毒。为啥子我一直说，都好比我们养蜂子，都好比钟南山教授一样的。我跟你说实话，你把它接出来看，首先第一个是得了病过后是隔离，隔离的最终目的是啥子？是刹车刹到最前面去。说实话，潘总，我能够交流蜂那个板块的是交流的也特别多。真正的我在今天我是很诚恳的，第一，作为我们是合作伙伴；第二，作为我的那个方面，你很多那个20年的一些钻研和一些探索得出的一些经验的结果，你在很多地方用不着去，也就是说用不着去问其他人。你要明白那个道理，都包括你今天发那句话，我跟你说，我都感觉到啥子，都很心疼，疼到哪种程度？我跟你说，可能到最后你自己都应该明白。我都确定了这件事情是已经是棉虫片产生的，你都还得说专家们说的，发现专家们认定了那个东西是。专家说的，因为我问了专门都是买那个人的商家，他说看去查一下是不是兰芝病，所以说我才在会上提出来。可能是兰芝病嘛？那个东西我都做了准确判断的，那个东西是已经说救回来的，那么多蜂子都马上都调整回来了，都调整好了。说起来就说已经把它救回来了。难道都是说我有疑问，我不能够提出来吗？那天晚上，阿文在帐篷外哭了很久。造了很多孽噻，让那么多无辜的生命都失去，然后又让整个团队都失去信心，那种真的那个责任都，我觉得都是在我自己身上。你看嘛，那全是糖，那全部要烧掉。从蜂箱里清理出来的废弃蜂皮堆积如山，每一片里边都还有不少蜂蜜。农期说全部摇出来起码500-600斤，
但是不管眼下有多艰难，这样的蜂蜜绝对不能流入市场。不要了，那个糖不好，质量不好。这是周围5个蜂场上燃起的第5堆大火。我们摄制组的同事们心情都很复杂，有惋惜，有心酸，还有感动。这是对良心的演练，也唯愿这是一次涅槃。